硬汉打仔的标签在你身上，会很负担吗？这也是让我蛮困扰的一件事。不说我入行就好，明顺我哥他是不赞成的。工作上有压力，会担心被比较，去到哪大家都知道这是明顺的弟弟。为你这个爱人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我敲你，1、2，好大声的，对不起。今天呢，我要来去接一位演员。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跟标签有关系。身为一个演员，要跳脱框架或撕掉标签的话，你也是要先贴好标签嘛。我手心在冒汗，希望不要让人家发现我的紧张。这种又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真的是好好玩哦。好了好了，我没事，我很自然，我OK。你好，明忠哥好。你好。我今天来接你下班，演员。婷玉你好。请问你要去哪里？你想去哪就去哪。真的吗？刚好结束了那个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的那个宣传会议然后刚好安排到你来接我。哇塞！那明忠哥，你这次是演杀死娱乐女记者的人吗？还是这个嘛？这个要让观众慢慢去品尝。那你这次在里面演的角色是哪种款的？我里面演的是一个就是娱乐界的大亨。娱乐界的大亨，对，就是电视台的一个总裁，就是可以只手遮天的版本。没错，为所欲为。哇塞，好爽哦！好爽哦！那这样子的角色，明忠哥常演到吗？可是我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款的。对，这个比较文人，比较特别的。对，比较特别，比较文派的。就第一次尝试。那明忠哥是喜欢开车的人吗？我超爱开车，真的哦。对，我喜欢开长途。你平常是自己开车去拍戏工作现场？我在马来西亚是。对，在台湾我自己没有车子嘛，那就可能会自己叫车啊，或者是剧组会有车来接送。对。那在车上你平常都在干嘛？因为像我就是什么敷脸啊、吃东西。不会，我都在吃东西。吃东西嘛，但很好笑。我不爱别人在我的车上吃东西，但我却允许我自己在车上吃东西。别人吃东西，我会一直在唠叨，小心一点哦，怎么样的？对，明忠哥，恭喜！谢谢。对，今年的很多好事哈。对，我没有想到今年一次过做了那么多事情。这对你来说也是很丰盛的一年吗？应该算是吧，人生当中最丰盛。因为毕竟我在查您的维基百科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洋洋洒洒非常多的男主角啊、什么入围啊这些，所以这对你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珍贵的一年。对，因为今年确实做了很多事情，除了还成家，然后也受到就是同行的肯定，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得来不易。非常开心，虽然没有得奖，但我已经满足了。我懂对，心存感恩满满。是明忠哥，你平常在做角色功课是怎么做？尤其是反派。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觉得，原来演好人跟做人一样很难。演好人跟做人一样很难。对。演好人很难，是在于你怎样让观众一直跟着你的这个角色，因为好人通常都很闷，故事线都超闷的，对，都不是亮点，对，它不是亮点，都不是广告破口，没错，对。然后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我演了反派之后，才发现反派的也很难演。对，我一开始做功课是从
看一些电影，对看我曾经看过的跟我这个角色蛮接近的一些角色，对做功课，对，然后去学习其他演员的神韵啊、气质气场，然后说话的态度，还有他们的会靠啊，就是各种角色都会去看。可是你演完了这个角色之后，你怎么消化这些原本跟你无关的价值跟道德观？我在这一方面其实倒没有太大的困扰。真的哦？对，我是不太认同，就是把角色带回私生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对我自己要负责任，我同时也要为我身边爱的人负责任。弄哥，你有不愿面对的作品吗？我不要问，但是你说有还是没有？有，很多。但刚出道的时候，一些真的不堪的作品，觉得自己演的好烂的一些作品都不敢看。你觉得现在这个硬汉打仔的标签在你身上会很负担吗？体能上跟心理上？现在慢慢会，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体能可能有一点，就是慢慢退化了之后，会觉得也不想去请导演或者摄影师避开我一些比较弱的动作什么的，然后我会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在马来西亚拍一部警匪片的时候，导演就是安排那场戏就从顶楼跳下来，哇塞！但是下面的香头大概已经2香头，哇，对，然后我就在下面跟导演一起望上去看的时候，很好的，哇！我就很直接的跟导演说，导演我来，他看着我 ，Are you sure？ 对啊，说我很高啊，导演就好吧，你就去试一下。你上去之后是不是风景的感觉很不一样？不一样。开始想退缩了，但是面子问题就觉得说好吧，我就硬跳好了。因为你在楼下看的时候，感受跟楼上是不一样，会脚软的。哇！然后另外一个演员也是那个角色2个一起跳，然后另外一个演员就听到我跟导演说想自己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会这样吗？你就害我。你说还有时间吗？要不要吃个东西？好啊，好，那你带路哦，介绍我好吃的。Sure。是这样的，为你这个爱人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刚刚在车上的时候聊到，这是你的出道20年，所以呢，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马来西亚的红鸡蛋。台湾没有吗？也有，可是这个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日的时候都会吃红鸡蛋哦，对，爸爸妈妈都会准备红鸡蛋跟面线，而且那面线是甜的，甜的面线，这么有趣。对，那小时候不爱吃。那就是关于出道20年，所以我们想说用一个红鸡蛋来特别为你祝贺一下。鸿运当头，来我跟你 share 好，再红20年，那我们是要敲头吗？对，50年，50年，再红50年。好，这要怎么敲？我敲你，好大声哦，对不起。到我了，对不起，敲。我没被敲过。民众哥从小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本来是一个小康之家，然后爷爷有自己的生意，那我父亲他可能就不太擅长做生意，明白。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记得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搬家一次。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像下面是店铺，上面是房子的那种，我们叫做店屋。我们从2楼搬到3楼，再搬到4楼，再搬到隔壁的1楼。对，因为房租也交不起，就找更便宜的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环绕一直搬了几年。我在整个中学的6年都是在工作，下课之后就跑去工作。都做什么工作？做工的人。我做过就是地板水泥，我做过瓷砖，
铺砖，哇，做过水工，做过电工。10几岁的时候，哇，我记得下课2点就赶快去打工，5点下班，一天的工资大概然后在8块马币一天到10几块，这样是才也没有多少钱呢，百多块。哇，我其实有时候觉得演员这样的行业要很吃苦，可是我的那个肯吃苦的感觉，并不是体能上像做工的人那样，就这一行其实一直在等着完成，可是其实我们花最多的时间都在等。你觉得等很久的这个等是怎么来的？等一个好的角色。对，我以前是从一个小配角慢慢演。有一个导演跟我说，他说明忠，你就是很可惜。他说你长得不太帅，你只能演一些配角。他说我其实看到你有实力，但是你又摆不上到主角。他这样跟你讲，这是哇哦！我觉得演这样的角色才比较放得开，比较放开了，比较放得开。你演那些很帅啊，男生很帅，女生很漂亮，你好像被绑手绑脚。哦，对不对？对，绑手绑，然后呢？明忠跟你演反派的时候，你会担心人家骂你吗？就是你知道，也会有一些比较走心的。先说，如果我演反派被骂的话，我会觉得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就证明观众被我影响。被我这个角色影响到了，也就是说我达到我要的目的，所以这个生气我是一个称赞。懂，人是不是要有一点底气？其实才会认同自己，也是一种底气。对，我觉得底气很重要，而且你一定要沉得住气。有时候大家会说，这个角色你就试试看，对，反正你最近没工作什么。我那时候我的原则就是不管，反正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做我自己喜欢的。我想要演什么，我来决定。你决定。我先不说角色，就说我入行就好。其实明顺我哥他是不赞成的。哦，真的吗？对，他是不赞成的，因为他走过。他虽然很顺遂，同时看到他的同事顺遂的过程，他会跟我分享，他想说你可能会走这一条。而不是我这么顺遂的这一条，那你能够承受吗？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哥，我活到20岁了，24岁了，很多事情都是你们家人在帮我做决定，这次让我自己做决定。哇，好帅，对，那时候我那时候是哭着跟他说的，我说你就让我第一次为我自己人生做决定好不好？所以我走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怨过人。我走到低谷，我没钱花。不敢出门，我都没有怨过任何人。因为这是你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决定，就只能自打自己。没有啊，现在你这决定是对的。我们刚刚都敲过头了，对，我们还会再红你伤头的呀。明忠哥，你不是跟明顺哥录了一个实境节目？对，他是跑了哪些地方？我们从出发点是从基隆、宜兰那边，然后往切地瓜，这样切，然后路过那个合欢山，还有上山哦，还有上山，怎么上山？骑重机，我们骑重机上山，然后我们第一天用了12个小时开车，就一直在骑车。哇，对，然后再12个小时都在骑哦，都在骑车，骑到合欢山的山顶，然后到部落去过一夜，住过一晚。对，那你们是家人，你们有这样的机会过吗？就是这么多天相处。对，你说到重点了，因为我从小，我大概12岁，他19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在一起生活，因为他就到新加坡工作，各自工作。对，各自工作，然后他就长时间一直在新加坡，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曾经试过，同时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起生活好几个月，然后后来就拍节目。本来想说剧组想要安排我们，因为这是实境秀嘛，对，就想安排我们在同一个房间，然后结果第一晚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的打呼真的太吵了。什么 feel？ 就是家里面也有一个跟你
同样同行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长辈们就已经说我跟他很像。我其实从小就在他影子下长大。他从以前小的时候，他对我们很严格，他从来不称赞。我们家的习惯很传统，孩子都不能称赞。他们会觉得孩子称赞之后会飘，小朋友会飘，太骄傲，对，会骄傲。所以我们家里的习惯就是不会称赞小朋友。所以在那段时间，感觉哥哥这个距离哦，好像很远，很像很远，就不敢跟他深聊或者是交朋友。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戏，无可否认，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是有种下演员这个种子。那时候你几岁？我那时候19岁。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戏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家里，在宿舍，在做功课，做 assignment， 然后就电视机一直打开着，突然有一个画面出来，这个人面善，再看，这是我哥然后一种很妙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是跟我一起长大，对，可是他在那个方方的框架里面，他好像又变成另外一个人，又有一种陌生感，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妙，很有一种魔力，是。所以要你选，你也还会再选当演员吗？我觉得我还会再选当，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心态。明顺哥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会夸奖你的吗？还是会凶你的？看了我的戏之后，会开始跟我分享他的想法。我拍戏大概5年到8年之间，他从来没看过我的戏。然后有一次他回来马来西亚，就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他就跟我说，OK， 给我很多的意见，然后哪里要加强，哪里要保持这样。我觉得哇，好珍贵这个，因为自己工作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打电话会去找他说，请他给我一点意见，或者是问他角色该怎么演，怎么揣摩，我从来都不会打电话去烦他。对，然后就觉得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对，在那一刻，哇，对，你们也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你们兄弟俩一起入围，是，你什么感觉？就是你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之前入围的奖项，觉得有比较孤单，对，这一次今年特别是今年跟他一起入围，觉得有家人陪伴。那你有夸过他吗？有啊，真的吗？有啊，以前我们都不会夸，然后近几年都会在夸奖他。比如说我看他的戏，我会看完之后我跟他说，哇哥不错，这场戏我现在都会拍下来，哇你这场演得很好，应该又要入围了这样。那他的反应是？他就哈哈哈，谢谢。你们都好爱演长好含蓄哦，对，我们很含蓄啊，真的对。明顺哥演戏对你来说疗愈吗？是疗愈的，而且你遇到一些角色，你可能会在你现实生活中，透过这个角色，已经弥补了你现实生活中所失去的一个缺口。你有吗？有啊。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家庭的环境刚好分享，对那些从角色里面可以弥补回去，可以弥补回去。比如说，我很遗憾的就是。在我现在慢慢成长的这个过程，我来不及让我妈妈去看到我的这个变化。我很遗憾的就是，在我现在慢慢成长的这个过程，我来不及让我妈妈去看到我的这个变化。对，我妈已经离开了。那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其实我还在我有在挣扎的阶段。那离开之后，我的事业才慢慢开始。那遗憾就是这个。那从这一边，我可以从角色上去找到这一方面的满足。懂。去用那个角色反馈你心里的状态。是。那很多人往往会说，子欲养而亲不在。那这句话我也可以在角色里面，当我遇到一个角色是很照顾、很孝顺妈妈的，或者是来得及孝顺的，那我在做这个角色的动作的时候，任何一个抚摸也好，对，做饭给妈妈吃也好，那个感觉可以弥补我之前没有来不及做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懂。
我觉得当演员是幸福的，可是当公众人物就这个我还好，是吗？我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身为公众人物的包袱，对。为什么？是因为狗仔都不会跟你吗？可以说是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没有狗仔这个文化，而且公众媒体也不会去很关注演员的生活。什么生活？对，没有那么说难听一点，就是没有价值，没有这样的新闻绯闻价值。对，没有绯闻价值。对。民众哥跟老婆是互补型的个性吗？算是吧。哦，他比较，他比我好玩，他比我好玩，他会捉弄我。然后好可爱。对，他比较像是以前的我。对，现在的我比较收敛。收敛了，然后开始比较安静。他会闹我，就很好玩。他很喜欢偷拍我一些很奇怪的表情，比如说我在吃饭，他会偷拍，然后会拍一些很丑的表情。你看，我刚偷拍你，对，就很好。然后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偷拍我。好奇怪，为什么在恋人手机里面的照片我们都不好看？来嘞，民众哥，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你聊天。谢谢你，开心认识你。希望下一次还有这个机会跟你这样聊天。一定会，想就有。我想要跟你拍张照，在车上。可以啊。1、2、3，耶！谢谢民众哥，谢谢你的邀请。下次希望我们是在戏剧上面的合作。好。怎么样？还不错吧我？可是我其实觉得聊得很开心耶，就是在整个过程里，我是蛮开心的。民众哥说他就算演反派、演阳刚、演什么情绪暴躁的人，他都不会带回去给自己身边的人。这件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演员，我相信都是情感丰富的，可是有的时候情感丰富并不是代表我们不会需要调试，或者是不会受伤。当然现在的我们好像都讲得蛮云淡风轻的，不管是生命遇到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工作遇到的各种起伏也好，我觉得这就是很吸引人的地方。演员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拥有这种七情六欲，可是当他们在表现的时候，不只是有共感而已。今天载演员下班就到这边啦，那我也要下班啦，下次再看我去载谁呢？